这能走吗？胡麻子一脸震惊。不走也是死，拼一把。陈平说着，就带着胡麻子朝着沼泽走去。腐骨沼的黑色淤泥在脚下咕嘟作响，粘稠的泥浆像无数只冰冷的手，试图将踏入其中的生灵拖入深渊。陈平一手抓着胡麻子的胳膊，另一手挥舞着斩龙剑劈砍迎面扑来的毒爪藤。金色剑气在幽暗的沼泽上空划出一道道残影。小心脚下！陈平突然低喝一声，拽着胡麻子往左侧猛冲。两人刚才站立的位置瞬间塌陷，黑色淤泥中翻涌出数排尖利的白骨，若是慢上半分，此刻早已被刺穿胸膛。胡麻子惊魂未定地喘着粗气，胸口的伤口在剧烈运动下再次裂开，鲜血滴落在淤泥中，瞬间引来一群指甲盖大小的黑色虫豸。那些虫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啃食着血迹，连带着周围的淤泥都被啃出一个个小坑。这鬼地方太邪门了。胡麻子抹了把脸上的泥浆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：赤练仙子他们应该不会追进来吧？话音未落，身后传来赤练仙子冰冷的喝骂：一群废物，连2个重伤员都拦不住，给我追，他们跑不远的。陈平回头望去，只见沼泽边缘隐隐绰绰站着数十道身影。赤练仙子的红色长袍在昏暗的光线下格外醒目，他心中一沉，没想到对方竟然真敢涉足腐骨沼，看来我们得往深处走了。陈平咬了咬牙，从储物袋里掏出仅剩的2枚避毒丹，塞给胡麻子1枚，含在嘴里能抵挡一部分毒气。陈平百毒不侵，所以用不到什么避毒丹。两人深一脚浅一脚的在沼泽中跋涉，越往深处，腥臭的毒气越发浓烈，连避毒丹都难以完全抵挡。陈平感觉到识海一阵刺痛，体内凝心诀运转，开始滞涩。散仙境6品的修为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竟只能发挥出8成威力。突然，前方淤泥中冒出大片淡紫色的气泡，一股更为精纯的毒素弥漫开来。胡麻子吸入一口，顿时脸色发紫，咳嗽着跪倒在淤泥中。胡大师！陈平连忙回身将他扶起，却发现胡麻子的嘴唇已经开始溃烂。他心中焦急，正想输送灵力施救，眼角余光瞥见淤泥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闪烁，那是一株通体雪白的莲花，生长在一块露出淤泥的黑色岩石上。莲花周围萦绕着淡淡的白光，将周围的毒气隔绝在外，连那些啃食血肉的黑色虫豸都不敢靠近。那是竟是青莲。陈平脑中闪过古籍中的记载，这种奇花据说能净化天下万毒，对修炼者突破境界有着奇效。他顾不上多想，背起胡麻子趟着淤泥冲过去，小心翼翼地将那株青莲采摘下来。青莲入手温润，接触到它的瞬间，周围的毒气仿佛遇到了克星般迅速退散。陈平将青莲花瓣撕下一半，塞进胡麻子嘴里，另一半则自己嚼碎吞下。一股清凉的气流顺着喉咙滑入丹田，原本滞涩的灵力瞬间变得活跃起来。陈平感觉到识海的刺痛感消失了，体内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贪婪的吸收着青莲散发出的纯净能量。更让他惊喜的是，困扰他许久的散仙境6品瓶颈，此刻竟开始松动。轰隆隆，陈平的体内响起闷雷般的轰鸣，散仙境6品的壁垒如同被洪水冲击的堤坝，出现一道道裂痕。他连忙盘膝坐下，引导着这股突如其来的能量冲击境界。胡麻子也在青莲的作用下缓过神来，看着陈平周身环绕的金色光晕，眼中满是震惊，这是要突破了。就在这时，赤练仙子带着追兵赶到了，看到陈平正在突破境界，他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，真是天助我也，今日就让你们2人葬身在这腐骨沼。数道赤色边影如同毒蛇般朝着陈平抽来，胡麻子想也没想就扑过去，用身体挡在陈平身前。
就在边影即将击中他的瞬间，陈平猛地睁开眼睛，散仙境7品的气势如同海啸般爆发开来。滚！陈平一声怒喝，金色剑气形成一道环形屏障，将赤练仙子的边影尽数震碎。他身形一闪，已经出现在赤练仙子面前。斩龙剑带着破开虚空的威势，直刺他的心脏。赤练仙子大惊失色，他没想到陈平竟能在这种环境下突破境界，而且实力提升如此之快。仓促间，他只能祭出本命法宝赤练蛇盾抵挡，却被剑气震得连连后退，嘴角溢出鲜血。你的境界怎么可能提升得这么快？赤练仙子又惊又怒，谁突破境界会是这种速度呀？哪怕是突破小境界，那也需要时间和足够的安全空间。陈平竟然在这种环境下，眨眼的功夫就突破了，太离谱了。陈平没有回答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散仙境7品的实力让他信心倍增，体内灵力运转自如，竟是清廉的能量还在不断滋养着他的经脉。他能感觉到自己现在的实力足以与地仙境4品修士抗衡。点子扎手，撤！赤练仙子知道势不可为，当机立断下令撤退。他不甘心地看了陈平一眼，转身带着手下消失在沼泽深处。看着追兵离去，陈平这才松了口气，一屁股坐在黑色岩石上。胡麻子连忙上前扶住他：“你没事吧？”“没事。”陈平笑着摇了摇头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。多亏了这境世青莲，不仅解毒，还帮我突破了境界。他站起身，目光投向沼泽更深处。这里不宜久留，我们尽快穿过腐骨沼。两人休息片刻后继续赶路。有了境世青莲的能量加持，他们在沼泽中行进的速度快了许多。途中又遇到了几处危险的陷阱和毒物，但都在陈平的实力碾压下化险为夷。数个时辰后，陈平和胡麻子终于看到了腐骨沼的出口。那是一片茂密的森林，与沼泽的阴森恐怖不同，这里阳光明媚，生机勃勃。我们出来了！胡麻子激动地大喊，朝着森林跑去。陈平也松了口气，正准备跟上，却注意到腐骨沼边缘的淤泥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。他好奇地走过去，发现那是一块巴掌大小的黑色令牌，上面刻着一个诡异的骷髅头图案。这是恶道店的令牌。陈平皱起眉头，他在3重天的时候见过类似的令牌，难道恶道店的人也来过这里？他将令牌收好，心中升起一丝不安。胡氏一族的灭亡不知道是否与恶道店有关，而且这件事似乎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。陈平，快走啊！胡麻子在森林里催促道。来了。陈平应了一声，转身走进森林。他知道接下来的路将会更加艰难。陈平和胡麻子在森林中休整了数日，利用境世青莲剩余的能量调理身体。陈平的散仙境7品境界彻底稳固下来，胡麻子的伤势也基本痊愈。之日，两人正准备离开森林，前往九盘山深处打探消息，却被一群不速之客拦住了去路。为首的是一个独眼修士，脸上带着一道狰狞的刀疤，散发着地仙境3品的气息。他身后跟着10几名修士，个个气息强悍，显然是某个大宗门的精锐。你们就是陈平与胡麻子？独眼修士冷冷地问道，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陈平眉头微皱，我们与阁下素不相识，为何拦我去路？素不相识？独眼修士嗤笑一声，现在九盘山谁不知道？抓住你们2个，就能得到黑煞魔宫和赤炼门的双重悬赏。尤其是你，陈平，据说你身上有不少宝贝，今日正好让我笑纳。陈平心中一沉，没想到他们的消息竟然传得这么快。看来赤炼仙子和黑煞魔宫已经联手发布了追杀令，要将他们置于死地。就凭你们？陈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
手中的斩龙剑微微颤动，似乎已经迫不及待要饮血了。狂妄！独眼修士怒喝一声：“给我上！死活不论！”十几名修士立刻冲了上来，各种法宝灵光闪烁，将阳光都遮蔽了。陈平将胡麻子护在身后，斩龙剑出鞘，金色剑气纵横捭阖，瞬间就将冲在最前面的2名修士斩成2半。散仙境7品，怎么可能？独眼修士失声惊呼，脸上满是难以置信。他得到的消息明明是陈平只有散仙境6品修为，这才敢带人来劫杀，没想到短短几日，对方的实力竟然又提升了，而且还能越级而战。胡麻子也掏出几张符咒，与几名修为较低的修士缠斗起来。虽然他只有地仙境1品，但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，一时之间也不落下风。而且胡麻子的实力也在慢慢恢复提升，等他彻底觉醒，这些人一巴掌就拍死了。陈平的对手是独眼修士和另外3名地仙境3品的修士，他将斩龙剑使得出神入化，金色剑气如同狂风暴雨般倾泻而下，逼得4人连连后退。点子太硬，撤！独眼修士看出情况不对，果断下令撤退。他知道4名地仙境3品都不是对手，根本不可能留住陈平，搞不好一会儿他们都要葬身在这个地方。陈平见几人要逃走，岂会放过他们？他身形一闪，如同鬼魅般追上独眼修士，斩龙剑横削而出。独眼修士惨叫一声，一条胳膊被生生斩下，鲜血喷溅而出。其他修士见状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哪里还敢停留，纷纷四散奔逃。陈平也没有赶尽杀绝，他知道现在不宜树敌过多，可惜让他们跑了。胡麻子有些惋惜地说道：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”陈平眼神冰冷，他们肯定会回去报信，我们接下来的处境会更加艰难。事实正如陈平所料，短短半日之内，他们就遭到了3波修士的劫杀。这些修士来自不同的势力，显然都是冲着悬赏来的。陈平和胡麻子且战且退，虽然凭借着陈平的实力提升，他们每次都能化险为夷，但也消耗了大量的灵力，疲于奔命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胡麻子喘着气说道：“九盘山的势力太多了，照这样下去，我们迟早会被耗死。”陈平也在思考对策，他知道现在必须找个地方暂时躲避风头，否则根本无法继续追查胡氏一族灭亡的真相。就在这时，前方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山谷，山谷入口处云雾缭绕，隐约能看到一些古老的建筑遗迹。那是落仙谷。胡麻子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据说那里是上古修士的战场，里面布满了禁制和陷阱，九盘山的各大势力都不敢轻易涉足。陈平眼前一亮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地方。两人对视一眼，毫不犹豫地冲进了落仙谷。身后的追兵看到他们进入落仙谷，都停下了脚步，没有人敢追进去。进入落仙谷后，周围的空气顿时变得凝重起来，古老的建筑遗迹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地上散落着锈迹斑斑的兵器和白骨，处处透着阴森诡异的气息。这里果然不简单。陈平小心翼翼地探查着周围的环境，我们要小心行事，千万别触动这里的禁制。胡麻子点了点头，紧握着手中的长刀。他能感觉到这座山谷中隐藏着一股恐怖的力量，仿佛随时都会苏醒过来。两人在落仙谷中艰难地前行，避开那些明显的陷阱和禁制。途中，他们发现了一些上古修士的骸骨。从骸骨的形态来看，当年这里肯定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战。陈平，你看那是什么？胡麻子突然指着前方一座残破的石碑说道。陈平走过去，只见石碑上刻着一些模糊的文字，他仔细辨认了半天，才勉强认出几个字：五重天，通道开启。五重天的通道，陈平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难道这座落仙谷中
竟然隐藏着通往五重天的通道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剧烈的能量波动，显然有人闯入了洛仙谷。陈平脸色一变，拉着胡麻子躲到一块巨大的岩石后面。只见一群修士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，为首的正是黑煞魔宫的幽月魔女和赤炼仙子，他们身后跟着数十名的仙境修士，显然是两大势力联手了。他们怎么敢进来？胡麻子惊讶地小声问道。陈平皱起眉头，看来他们为了杀我们，已经不惜一切代价了。他注意到幽月魔女和赤炼仙子手中都拿着一块玉佩，那些玉佩散发着淡淡的光芒，似乎能抵御洛仙谷中的禁制。幽月妹妹，你确定他们进入了洛仙谷？赤炼仙子有些不安地问道，显然对这里的环境很忌惮。幽月魔女冷笑道，我的追踪符不会错的，只要杀了陈平那个小杂碎和胡氏一族的余孽，就能得到五重天那位大人的赏赐，这点风险又算得了什么？赤炼仙子眼中闪过一丝贪婪，希望你说的是真的。两大势力的人马继续深入洛仙谷，很快就消失在云雾中。陈平和胡麻子从岩石后面走出来，脸上都露出了凝重的表情。看来我们有大麻烦了，陈平沉声道。他们竟然知道五重天的事情，而且似乎还得到了五重天某位大人物的支持。胡麻子的脸色也变得极为难看，这么说来，我胡氏一族的灭亡很可能与五重天的势力有关。陈平点了点头，越来越有可能了。我们必须尽快查明真相，否则不仅是我们，恐怕整个四重天都会陷入危机。两人不敢耽搁，继续朝着洛仙谷深处走去。他们知道接下来的路将会更加艰难，但为了胡氏一族的冤屈，为了那些被掩盖的真相，他们必须走下去。洛仙谷的深处雾气越来越浓，连神识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陈平和胡麻子小心翼翼地前行，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。突然，前方的雾气中传来一阵脚步声，陈平立刻示意胡麻子停下，两人屏住呼吸，躲到一棵古树后面。只见一群修士走了过来，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，散发着地仙境四品的气息。他身后跟着的修士个个气息强悍，显然是某个强大势力的人马。老大，我们都搜了这么久了，连个人影都没见到，会不会是情报错了？一个瘦高个修士问道。壮汉冷哼一声，不可能，黑煞魔宫和赤炼门都确认了，陈平那小子就在洛仙谷里，只要抓住他，我们就能得到五重天那位大人的青睐，到时候整个九盘山都是我们的天下。其他修士顿时露出兴奋的表情，更加卖力地搜寻起来。陈平和胡麻子躲在古树后面，大气都不敢喘。他们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势力在追杀他们，而且这些势力的目标似乎不仅仅是悬赏，还有五重天的青睐。怎么办？胡麻子紧张的小声问道。陈平眉头紧锁，他知道以他们现在的实力，根本不可能同时对抗这么多强者。就在这时，那壮汉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朝着他们藏身的方向走来。谁在那里？出来！陈平和胡麻子心中一紧，知道已经暴露了。陈平眼神一狠，正准备殊死一搏，突然地面剧烈的颤抖起来。只见远处一座巨大的山峰轰然倒塌，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地底喷涌而出，整个洛仙谷都在摇晃，古老的禁制被激活，一道道耀眼的光芒冲天而起。不好，我们触动了洛仙谷的核心禁制。壮汉脸色大变，快撤！那群修士惊慌失措地转身就跑，却被突然出现的空间裂缝吞噬了好几人。幽月魔女和赤炼仙子的人马也受到了波及，不少人死于非命。陈平和胡麻子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，他们没想到洛仙谷的禁制竟然如此恐怖。快走！陈平反应过来，拉着胡麻子朝着洛仙谷深处跑去。他知道
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。两人在混乱中艰难地前行，周围不断有空间裂缝出现，古老的建筑遗迹纷纷倒塌。他们好几次都差点被卷入裂缝，幸好陈平反应迅速，才侥幸躲过。不知跑了多久，周围的震动终于平息下来。陈平和胡麻子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我们活下来了。胡麻子不敢相信地说道。陈平点了点头，环顾四周，发现他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这里没有云雾，也没有古老的建筑遗迹，只有一座巨大的祭坛，祭坛周围刻满了神秘的符文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胡麻子好奇地打量着这座祭坛。陈平走到祭坛前，仔细观察着那些符文。突然，他的目光被祭坛中央的一块石碑吸引了。石碑上刻着的竟然是通往五重天的方法，